当时在玩这台车的风气大概是怎么样？通常哦，这一台车的外观件不多，主要都是以动力为主，大家都改动力为主。对，但是我不是动力那一挂的，小巧思哦。对啊，我铝圈盖还是维持福特的，因为怕被家人刷。一个字，绝。那时候也很红，装接地线。 就是小资改啊，小资改。对，因为很多人可能觉得原厂的变速箱顿挫那一些，哇，算是老车友，不晓得有多少老车友还在。不知道啊，因为我常常是双北跟桃园跑啦。对啊，所以车友的话真的不多哎。很多人都觉得我们这代酷咖原本的后面屁股太翘了，对，然后就个银色尿布啊，包尿布，对，然后再掏一些对岸的过来盒，我都觉得不太好看。 欢迎收看脖子解说。这个我们知道讲到福特，其实脖子拍了很多的 Focus 4代、4.5代、Wagon， 甚至是酷咖的3代。但其实我们发现不少这新世代福特的车主，他的前一台车是老福特。今天刚好是一个比较特别的计划，我们刚好有一位车友，他开酷咖，而且是有一点年纪的酷咖，他要跟我们分享当时的改车的状况。那我们来欢迎他一下。嗨，我叫 Eric， 对不对？来，我们先从车头来。这个是几年的酷咖？16年8月的时候签的，对，到现在大概8年了吧？8年了，开多少了？里程数快9万。首先的话，其实我原本签的就是白色啦，但是我去年的时候，我全车再重新烤了一次白，因为原厂福特的白，它型号叫皓月白嘛。皓月白为什么叫皓月白？跟月亮一样黄黄的。哦，对，所以就是我就越看就是觉得不太对，所以我把它改成特斯拉的原厂白，拿特斯拉的漆去烤。对，然后还可以看到就是我只要车上所有的镀铬件全部都把它黑化。哦，以车头来说，有哪些原本是镀铬件？ 对，除了 mark 这不算吧，这一边还有这一条，它这每一条全部都是全部黑化就对了。对，然后加上我们防刮面，我也再给它烤漆、烤同色的。哦，那前面的包是大陆的啦，前面包是大陆的。前面的这个下包是大陆的，但我一样把它做一个烤漆处理。哦，那大灯的话也是淘宝掏的。所以大陆那时候其实对于这台车有蛮多这种改装的部分，很多可以直上，很多，但是很多看起来都袅袅的。但我觉得自主大灯还不错。还有另外一款。 应该蛮多车友有改叫鹰眼，但我这台双 L 的，我这个灯具其实蛮稳定的，大概用了5年左右吧。这么久？对，但是里面的鱼眼其实白化了，所以里面鱼眼我是换成台式的鱼眼，所以目前晚上打出去的光型也还不错，很亮，对，蛮亮的。那引擎室内呢，有特别做什么样的升级吗？其实也没有，我就是从外观，里面其实就是负极接地。你刚好讲到接地，我蛮好奇，那时候也很红装接地线。 就是小资改啊，小资改。对，因为很多人可能觉得原厂的变速箱顿挫那一些加速性想要好一点，就想说试试看，反正1、2千块的东西，对啊，就有感，对，蛮有感的。所以以前就很流行接地线，就算有感，但是你开1、2个月还是会麻痹啦，所以开久了就习惯了嘛，动力就是对越改越大。但我这台我也不是以动力为要求啦，对，或者我买1.5的。哦，这个是1.5的，对，1.5的。几缸？4缸，对。 哦，马力就180左右，180左右，账面上的，但实际上一定少一点，对，对。OK， 所以车头部分就是所有镀铬的东西就把它用黑，对。OK， 那我们到侧面部分，这个框听说也有一点小巧思，对吧？小巧思哦，对啊，我铝圈盖还是维持福特的，因为怕被家人刷。对，就基本的18寸改19寸，然后改19寸，对，然后我们酷咖常用的规格就是8.5J，跟叶子板基本上切齐这样，对，然后里面就国产的锻造大6，然后加大碟这样子，加大碟，对，然后避震有改 KT 的震差，有稍微降一些，那以这一代来说，原厂的车高比例，很诡异啦，怎么说？前面至少1个半拳头，后面有2个半拳头啊，这么高？对。 这样感觉很空虚，就是整个头都可以塞进去。哦，原厂这么高哦？对。哦，所以你再稍微降一些就对了。没错。那碟盘部分呢？尺寸前255，后245。前255，后245。对，因为当初改碟盘的时候，我的铝圈还是18寸的。哦。不然的话，我应该会上到380。像这个叶子板的这个名牌，我就是去掏欧洲件。对。当时应该没有 STI。 对，这个是2.5售才有的，所以说我买回来合的时候，其实里面的卡榫不太对，所以我还稍微把卡榫加工一下才合得上去。哦，是哦，不然原厂这个也是镀铬，对，我也觉得不好看。哦，然后这个也是黑化，对，就黑化，包括连行李架、车顶，对，然后包膜吗？烤漆，是全烤的，对，没考虑用包的。 本来有包啊，但是想说都送烤了，就一次烤一烤。哦，反正你都全车。对，这个是流水灯，流水灯，对，流水灯。哦，你呢？侧裙是车友开模的，然后我一样做同色烤漆处理，然后车侧防刮面全部都一起烤。卡钳用同色烤漆。为什么选蓝色？因为我本身还蛮向往 RS 的。
哦，你说福特的那个 RS， 对，福特的 RS，但是蓝色元素嘛。对，但是这一台就是没有出到 RS，我就想说自己小对，自己去改成 RS 这种风格就对了。没错。2024大改款 Apple Car UFO 正式上市咯，支援 HDMI， 可连家中电视看 YT、Netflix 等。7色调，256色彩变化夜光呼吸灯，支援双屏易显功能，各式机型皆为脖子车有优惠价，详情请见下方资讯栏。哦，对了，凡购买皆附发票加原厂保固哟。然后到了车尾部分，尾翼有变吗？尾翼有，就是一样原厂型的，原厂型的，对，一样原厂型的。哦，没有考虑比较有线条一点的，因为本身这台车就很方正了。如果说弄太突兀的，我觉得看起来不太协调。对，就也整个低调改了。是，然后我们再往下看呢，下包部分，这个也是我们自己车友开模的包。哇，这蛮帅的，是蛮帅的，因为就是很多人都觉得我们这代酷咖原本的后面屁股太翘了，对，然后就一个银色尿布啊，包尿布，对，然后再套一些对岸的过来盒，我都觉得不太好看。然后这一组我觉得就很有 Focus 的感觉，对，确实，哇，很有线条感，我第一次看这种，蛮特别的，排气管前中后都没有。哦，然后车内部分在 Line 的时候，好像听说你有不一样的东西，像方向盘我是改 K3的了，哇，这太酷了吧！因为我们可以上哦，可以上，就是线组改一下就好，然后其实也不贵，大概1万多出头，然后还多换挡拨片，因为你单改换挡拨片就好几千了。原本你有换挡拨片吗？哦，可以这样改啊？对，而且原本是4辐式的方向盘，对，很硬。就算我去改变形虫，我觉得不如就直接换一组这个。但是我还是有再重新包过。对，然后大概就是椅套也给它尽量看起来像 ST 的感觉这样。哦，这个椅套是直接换还是？直接包上去而已。直接包上去。对，但很服帖。哇，还有 ST 的 logo， 就麂皮跟 Nappa 皮，整个这样。但如果说里面真的也要再加强的话，可能就剩下 ABC 柱跟顶棚的黑化吧。我之前有去问过价，他说大概可能要5、6万，要5、6万。对，我就觉得算了，我就先这样子。不影响使用就先维持。对啊，不然我还有另外一台车要养。对啊，这台基本上就很少开啊。当时在玩这台车的风气大概是怎么样？通常这一台车的外观件不多，主要都是以动力为主。大家都改动力为主。对，但是我不是动力那一挂的啦，他们动力就是都1.5改动力啊，还是2.0，他们都直接买2.0。哦，直接买2.0。对，因为价差就差20万，其实贷款分下来没有差多少。哦，直接上2.0，然后再去刷动力。应该说，我当时我是从 Fiesta 换到这一代的，然后那时候我在新庄的展示厅，他们让我试乘，就试乘1.5的而已。所以那时候爬青山路，我觉得1.5就很有感。然后刚好优惠力度也蛮大的，够用。对，我就觉得就直接跳到这一台1.5。哦，那你们当时会像以我们现在来说，可能比较常改什么涡轮管？对，这种当时当然也有，也有。对，但是我自己我觉得我用不到。对，而且又听说很多毛病在一起，我觉得把钱省下来预备拿来修好了。哦，你们这台比较常见的灾情会是什么？可能吃水啊，还有变速箱。你们变速箱是哪一颗 PS？我这一台是 SS， 你这台是 SS。哦，对，感觉出来。Eric 兄也对这台车蛮有爱的，也花了不少时间跟钱在这上面。是啊，因为这台真的卖掉也没有什么残值。对啊，不如就留着啊。不晓得现在有多少老车友在哈？对，没错，而且当时反正车子不是卖掉就是坏掉了啦，坏光跟卖光。然后有弄个盲点侦测，我再把它内移。原本小几百块往内，这样比较可以看得清楚就对。对，没错。然然后听说你前阵子是不是包膜？对，我全车包水泥灰啊，水泥灰不错看啊，为什么要后来又撕掉？我就是腻而已。对，贴了多久？2个月不到，2个月就撕掉了。对啊，后来就觉得好像还是白色好看，还是喜欢白色。对，我觉得这一代真的白色很漂亮。那未来会对这台车做什么样的改装升级吗？可能铝圈20寸，然后碟盘再给它加大吧。碟盘再加大，然后再就是气压。哎，对，气压，然后趴下去。对，然后排气管可能也顺便用用。排气管再加上加个书包。啊，哎，你这个背书包又趴下来，蛮帅的哦。但是因为我原本有看到那个 Packline 嘛，对，但 Packline 的线条很美，很美，但是跟休旅车感觉不太搭。怎么说？对，我现在我还在物色，就是我这台就是对比例，因为我很强调我的那个比例视觉这样子，就觉得好看的东西装上去不合的话，我也不会太想要，就不会想要。对，所以现在在物色，反正这个也不急啦。对，这一台目前也很少开了。也该改外观上该改的都差不多了。对啊，有时候可能经过地下室看一下，好帅哈。然后刚刚我们在移车子的时候，这个 Eric 兄说从这个角度看，对不对？
你说怎么样？很有线条感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因为我比较喜欢这一代酷卡，是因为我喜欢，这一代不管是 Focus 也好 ，S 还好，或者这代酷卡也好，他们的这个肌肉线条是 NK3没有的。虽然说 NK3 它的配备更好，然后开起来更舒适嘛，然后动力又更够。对，但整个以喜好的话，我会比较喜欢这一代的感觉，方方正正的。确实，现在新的3代的酷卡比较做圆润一点。好，对。然后你们这个算2代、2.5代的，会比较有线条一点。好，两个风格不太一样了。接下来就期待你放那个气压避震。对不对？跟书包，到时候看有没有机会再做一集。有机会一下，对啊，等你到时候 OK。好，那谢谢我们的这个 Eric 分享我们的这台酷卡，哇，算是老车友，不晓得有多少老车友还在。不知道啊，因为我常常是双北跟桃园跑啦。对啊，所以车友的话真的不多哎，我现在对。这次好像两只手数起来都不够，个位数了，都不到。OK， 今天感谢我们 Eric， 那记得订阅我 YouTube 频道，那我们下部影片见，拜拜。